欢迎来到中央光先重考天赐的声音，欢迎一下我们这一期的新朋友、好朋友，欢迎谢可寅。耶！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希望到时候能够在台上发挥的好一点。太谦虚了。谢谢。欢迎庄心妍。Hello， 大家好，我是庄心妍，很开心加入这个大家庭，希望可以跟大家玩得很开心，谢谢。欢迎周震南。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碧晨。好久不见。哦，是很开心，感觉好像要回家了。欢迎回家。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邀请7组音乐合伙人，通过先声夺人的方式呢，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本期的推荐金曲呢，将以荣耀唱片的形式登上我们的荣耀墙。天赐的声音第7季采用逐轮对决、胜者首擂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在各位登上我们舞台之前，先为自己的身体注入能量，拿起你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尽情品尝东阳光鲜虫草，真鲜滋养，为你舞台上的表现注入能量。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欢子、谢可寅，加油！好，可寅，老师好。很开心有机会跟你合作。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当时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一个片段，就是10几年前喜欢一个女生不敢说，再次聚在一起，内心还是有波澜。我们可以尝试搞一个演绎性的舞台，情景剧的一种感觉。其实你描绘的已经很有画面感了呀，我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舞台规定情境是，比如10年以后的同学聚会？可能因为我也是演员的这个本职工作，我就会想很多那种画面。这首歌一定是以欢子老师他的视角来展开，他一直暗恋这个女生，但是其实我演的这个女主在几十年前对他动心过，而且我也期待着今天能跟他见面。这个舞台我还想找一帮群演，你想要多少？最少几10个吧。完了，节目组要花大钱了。感谢天赐。我们把很多的小细节搬到这个舞台上了，我相信大家看了一定会感同身受，会深有感触。来这么专业的音综，你还是得拿出来一点东西的。我要练好了，我才上台。10年没见了，老同学，你现在可算是飞黄腾达了。来，碰一个。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从来不敢奢求的我，
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过不过去。是某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偷偷地爱上你，却不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只能偷偷地想你，只能偷偷看着你，总是没勇气，总说不出是真的爱上你。你的眼睛会说话，却从此对我记忆。我世界在虚化，再见一面开始眩晕。什么样的巧合更适宜？不愿看你连这次都逾期，词不达意，独自就义。我能给的只有这破旋律。抓紧从前买错电影票，原来命运早把我抹掉。现在的我只想唱歌，唱初恋的回忆，像一点点麻。因为你晴空万里，而我却是永远只能待在那天错过的展开。我偷偷地爱上你，却不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我给不了你要的东西。我只能偷偷地想你，只能偷偷看着你，总是没勇气，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我是真的爱上你。老同学，下次见啊！越来越好，步步高升。哇，在二位男女主角这个诠释刚才的演绎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你看到了什么，以及如何去解读，好不好？其实一上来让我想起了，就曾经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我感觉那个欢子哥就像在电影中的那个男主角，没有追求到同桌的那个女生，然后可能20年之后，然后大家有一个重聚的时光，然后这个曾经的大男孩已经成长为了一个老男孩，然后他可以非常坦荡、非常的大方的告诉那个女生，我曾经很爱你。确实是第一次在天赐能看到这么丰富的内容在一个舞台，就是置景也是最多的，人也是最多的。对，音乐响起之前，他们不是有那种嘈杂聊天声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声音反而会让我很治愈。在随着生活啊，就是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其实你很少会再去遇到这样的机会，而就是曾经那样
关系很好的一帮人聚在这里，可能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些画面啊或者回忆，他们的演技也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很传神，对，很喜欢，很开心。谢谢。我们相信每一个朋友就是曾经都会有那么一段青春的岁月，恋爱的过程啊，暗恋啊，在校园特别多的嘛。但是10年后这个机会再聚会，那肯定是说，肯定有心里那个想见的人哦，对吧？你看他手上还有一个，哎呦，那你的呢？哎，我的在这里哦，在这儿。其实丝巾，就10年以后还是藕断丝连啊，是这个意思啊。哇，你好厉害！其实暗恋是非常有趣，而且勇敢的一件事情，就像歌词里面说嘛，怕自己给不了对方的一些什么东西嘛，然后不敢表白的一个状态。他是已经有个很明显的要撞杯，然后他自己往后缩了一个动作。哎呦，你看，还是自己不够有感。对，这个也是我们当时设计的。然后呢，啪一下，我不就突然开始说唱了嘛。rap 的话，我当时写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歌词，我很喜欢那一句，就是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和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我就觉得他写的特别好，特别朴素，而且酸涩。我是以这2句话来作为我整个 rap 的核心主题吧，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一首经典的老歌里面多多少少的加入一点点新时代的一些变化。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剑鹰团，首先有请光光。原曲《我是真的爱上你》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已突破49亿，是典型的苦情赛道顶流。本次改编开头与结尾的部分让人眼前一亮。欢子的演唱稳定性高，情感还原度达到92%，十分契合其过往情歌作品平均成功率78%的高水准表现。谢可寅的 rap 与其独特的嗓音为这首年代感极强的情歌注入了极佳的现代都市感，但需要注意快节奏部分的咬字清晰度的问题。经算法检测，整体稳定度远低于本季天赐说唱的平均水平。我前面设计的是 mumble rap， 就不是那种嘚嘚嘚的那种。就是因为后面的歌词特别的密，你在表达特别密的歌词的时候，你的速度就把你的 groove 盖住了。就是 mumble rap 这种东西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比较新的说唱风格，它注重的是整个的这个语感的态度，它不太重视歌词的表达。换句话说，它有点像哼哼过去的东西，这是现在 hip hop 里面的一个风潮。我会觉得在这个歌里面选择这种 mumble 的情绪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这种比较00几年的歌曲里面，如果我去加一些非常4/4拍的节奏型在里面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点点太平了。就像我的第一句，你眼睛会说话，之前在对我静音，我世界在水花，在这一秒开始眩晕，这个是比较清楚一点的我选择的唱腔。但是我会更加的觉得，你眼睛会说话，就从此对我静音，我世界在水花，在这一秒开始眩晕，会不会就是更流畅一点？我当时会选这样的话，是因为这个理由。可言其实是这样的，它可能更好的一种风格是像讲话一样，或者是把你的歌词砍掉一半，诉说性的东西。因为 mumble 这个东西在我看有点太潮了，它会打破你整个这个歌的情绪，它是太跨越年代了。因为这是一个90年代的歌，然后你给了一个2026年的东西，它中间这个跨度30多年实在是有点不合适，可能是这个感觉。OK， 我明白了是。然后我再说说欢子吧，跟我第一次听你唱歌叫天壤之别。你唱这种歌，就是无论从表达的这种方式，包括情感浓度的掌握，这个是一个能达到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作品。我会觉得这样的作品，一个是它适合你，第二个是你去跟可寅的这种改编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欣喜。你今天的演唱是我看过你最好的舞台。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可寅，送给欢子，谢谢二位。稍后片刻，休息一下。接下来向这首歌发起挑战和冲击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碧晨、侯明昊。
认识很早，对他男团的时候参加过一个音乐风云榜还是什么？对，颁奖典礼，对，那个时候有见过。他声音非常美，我看过他那个演唱会的那些舞台，都很厉害。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唱歌的人，真的很喜欢唱歌。我们做朋友这么久，他跟我聊的最多的都是唱歌，我都怀疑他愿意跟我做朋友是因为我是个歌手。非常开心，这次合作搭档是碧晨姐，因为她在处理很多情歌是那种隐忍的、虚饰感更强的。我一直追求的也是这种偏内敛的表达，然后我觉得可能跟碧晨姐合作的话，会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会甲乙丙丁？那首歌曲之所以打动那么多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某件事情上的失败者，或者说是某段情感的这种下位者，带有这个歌词就会觉得很容易共情。深夜 emo 的时候，可能听到这个歌词就会回想起自己曾经那段情感。然后它里面情感的部分是比较落地的，所以大家都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某一个时刻的自己吧。这么好的演员，必须得让他演起来啊！他不光是歌手，他还是演员，演技上的这些释放，就会让这个舞台变得很完整。我们一开始我们两个在上面，就是这个圆是升高的，走到那个点，那两个橘黄色点，我们可以有风机吗？有啊。哎呀妈呀！哎呦我天！我觉得碧晨姐这次比较刷新我的认知，她会细节到走到某个点，然后那个鼓风机要刚好吹到人的头发，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然后哪一个歌词哪个鼓点刚好搭配那个这一条烂命，然后对视。那我觉得就像个导演一样，从今天开始就不叫她碧晨姐，叫她张导吧。因为我们真的很熟，就是还挺期待在音综上能跟她一起合唱一首歌的。习惯独自入睡的不安，你外套味道还没散，假装你还在身旁。墙上的合照剩一半，你晾的衣服还没干，桌上的晚餐还来不及吃完，我的行李还没还。是你教我勇敢，让我绚烂，却把我丢在原地不看。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做会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心，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上的晚餐还来不及吃完，我的行李还没还，你说要替我保管，是你教我勇敢，让我绚烂，却把我丢在原地不看。你我怎么冷清，怎么忍心，怎么走回甲乙丙丁？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心，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做会甲乙？我怎么做会甲乙丙丁？
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行，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真心？我们用热情掌声欢迎一下碧晨的回归，好不好？哇！碧晨回到我们天赐的舞台，来跟大家说说你的心情。很开心，觉得一切都还是很熟悉的样子。天赐声音这些年在这个舞台上，确实陪我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生阶段，然后也陪我经历过很多至暗的时刻，也见证了很多我人生里面自己觉得开始高光的时刻。所以回到天赐，这种感情是很厚重的。碧晨和侯明昊二位就刚才的那个合作舞台，各自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彩排的时候有在想让自己带入这样的情感，这段情感大家之所以容易共情，就是因为它的副歌的歌词怎么两清，怎么做回甲乙丙丁，就是歌曲中的主人公他处于一个低位者的一个角度，其实比较卑微，然后有一些恳求，然后包括有非常多不舍跟不甘，就是自己内心隐隐作痛的这个感觉会非常多。刚刚我唱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内心中我找到了那个人物的存在，然后也找到了自己仿佛在一个命运中徘徊的一个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种熟人演戏的感觉。我们彩排都很少看对方，是因为怕会从那个情绪里面跳出来。但刚刚那边我明显感受到他脑子里面想的那个人已经完全大于我了，他已经看不见我了，所以他看我的时候已经就还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对，当然这首歌我们的原唱嘉伟老师也在现场哈，所以要邀请李佳薇给我们清唱一段。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行，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听完知道痛的，蛮痛的。我觉得在台下听着自己非常欣赏的歌手唱自己的歌，那感觉实在太奇妙，然后太特别了。因为当初这首歌是我一个人唱，然后我觉得当时候我自己想要是很冷清的感觉，但今天这个版本，我觉得，有不同的火花。到后面的时候，两个人开始要有一些沟通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要彼此其实不想成为甲乙丙丁，但最后还是没办法，还是要退回到那个甲乙丙丁的地步。然后我觉得哇，好特别，好幸福哦！谢谢你们给了一个这么充满对话版的合唱版。哇，我听这个就是好痛啊！看这歌词，再听这歌，就是两人刚刚说分手，前一秒刚说分手，下一秒把门一关，然后在里面大唱这首歌的感觉，一整个就是痛上加痛，喜欢。碧晨今天我觉得是那种非常的游刃有余，然后掌控好多细节，然后气息一切，包含他的和声难度也非常的高。然后小侯，因为我上一次是跟他合作，我觉得其实小侯他的嗓音是可以非常有撕裂感的，刚好在这首歌就非常的适配。就我有感觉到他不想要跟这个人成为路人，我希望我们不是永远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带入了他演员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这个对话版我也非常的喜欢。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听建音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我想听一下两位的无伴奏干声。好，稍后片刻我们准备一下。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
爱情这场苦行，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做会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再赔上这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行，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若我落下泪滴，能否换来一点同情？作为小猴的声乐老师，我觉得要非常感谢碧晨在这个舞台上对于小猴的帮助。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学习了一件事情，叫做藏。我们藏的是声音技术，把声音技术放在这首歌曲当中，用情感来表达一整首歌曲。同时呢，我觉得小猴在这个舞台上呢，开始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表达歌曲当中的角色的带入。小猴的表现呢，是我是沉浸在其中的，我是角色中的一员，而碧晨呢，是我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看着当下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两种不同派别的表现在这个舞台上非常成立，一个往前冲，一个往后拖住。作为小猴的声乐老师，有一句话一直想跟小猴说，我在等一个时机啊，是吗？要说什么？对，我觉得小猴，你从来都不是跨界歌手，你就是专业歌手侯明昊。其实来到天赐的声音，其实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对于音乐的感受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一次其实也是算在正式站在天赐舞台上的第3次嘛。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其实首先非常感谢这个舞台，然后我也觉得逐渐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那个属于音乐的自己。我想在这儿补充一下，关于我们经常在这个舞台上聊的作品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批评过一个作品叫《第3个吻痕》，我说这个作品写得很空洞，也不适合小唐和黄子的演唱。其实那首歌很热，这首歌也很红。甲乙丙丁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它也讲了这种感情中的不舍、卑微、矛盾。这样的作品让2个歌手去唱，他们都有很好的音乐上的表达空间，有很好的角色分配，并且能够展示出歌手在这首歌里面的声乐技术和情感的这种融合能力。这样的作品也更贴近于我们平常老百姓可能出现的感情矛盾和生活，所以这样的作品它就应该红，它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品。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建英团老师现场合影。我觉得甲乙丙丁更好。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甲乙丙丁。让我们恭喜甲乙丙丁，恭喜侯明昊，恭喜张碧晨。我们看到舞台上短短几分钟的演绎呢，大家看到的是高光，其实背后是无数次的打磨和彩排，更离不开日复一日的状态管理。没错，无论是做音乐还是日常滋养，我的状态一直在线。东阳光鲜虫草，日照金山礼盒，锁住更多营养，自然鲜活。是的，准备呢落在舞台之外，把高光留在舞台之上。让我们和东阳光鲜虫草一起唱响天赐之声。接下来向甲乙丙丁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王铮亮、李佳薇。哎呀，好开心啊！哎呀，好开心啊！这次我的这位搭档，唱功的天花板，终于跟你唱这首歌，我不会再煎熬了。哎呀呀呀呀！这首歌
虽然它是一个节奏偏快的，但是它里面内心的那种拉扯感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一种那种茫然，但是有个执念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歌词是写的有些拉扯，有些揪心的，但是因为它这种律动，让整个的这种悲伤感表达出来一些释怀的东西，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作品，所以就自己拿来做制作了。这首歌我新的编曲其实就是把它编得跟以前不要那么的平稳的律动，对，我就想做出一种更加拉扯感，对，就是比如说摇滚，就是把它那种那种造起来的那种稳。我觉得那个编曲做得非常好啊。但是其实这首歌还有难点，就是它的歌词是不是特别多、特别碎？哇！我觉得这个副歌好像有70多个字吧。这样我这里有70期，你看看用多少秒能把它唱完，好不好？开始。我看着零落的、苦的、碎的、破碎的、卷起的、那满地的皱褶，像我们的旧歌，腐烂着沼泽，痛快的飞舞着、飘着、烧着，我守着的、恨不得要一整个透着的苦涩的、焦割的拉扯。哇，14秒61，正常人说话大概是20秒40个字，你是15秒讲了70个字。这首歌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因为大家每次看我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是比较激昂的情歌，这次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去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我。短暂的白日焰火，一个转眼就错过。你背过身，任由狂风轻易的吹灭我，一句话都不肯说。我在人群中美丽的下落，我在繁华散前匆匆经过。灯光里冒着你的轮廓，掠过路过的我，有你的眼线烧灼。我在黑夜里仔细的摸索，动作像跟孩子一样的笨拙，可你保持沉默，离开我。我看着零落的、苦的、碎的、破碎的、卷起的、那满地的皱褶，像我们的旧歌，腐烂成沼泽。痛快的飞舞着、飘着、烧着，我手指的恨不得有一整个透彻的苦涩，像刀割被拉扯。寻着看不见、听不见，一转眼搁浅，太危险，再蔓延，我无力仍现。看不见、听不见，一转眼搁浅，太危险，再蔓延，循着你画的线，爱就像短暂的白日焰火，一个转眼就错过。你背过身，任由狂风轻易的吹灭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在人群中美丽的下落，我在繁华散前匆匆经过，灯光里抹着你的轮廓，掠过路过的我，有你的眼神烧灼。我在黑夜里仔细的摸索，动作像跟孩子一样的笨拙，可你保持沉默，离开我。我看着零落的、苦的、碎的、破碎的、卷起的、那满地的皱褶，像我们的旧歌，腐烂成沼泽。痛快的飞舞着、飘着、烧着，我手指的恨不得有一整个透彻的苦涩，像刀割被拉扯。碎的、破碎的、卷起的、
那满地的皱褶，像我们的旧歌，腐烂成沼泽，痛快的飞舞着，飘着，烧着，无休止的，恨不得要一整个透彻的苦涩，像刀割被拉扯。我看着零落的、肆意的、最后卷起的那满地的皱褶，像我们的旧歌，腐烂成沼泽，痛快的飞舞着，飘着，烧着，恨不得一个眼神破走着的苦涩，像刀割被拉扯。哇，爽，唱好好，好爽。哇，这首歌好有味道啊！这个情绪真的是不断的推进。其实有一点是执念的感觉，就是大家听好像觉得它节奏很快，但它就是一直在这个圈圈里面一直在跺来跺去，充满拉扯的一个执念，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不想这样，但是我很想要这样，你知道那个感觉啊。其实这首歌的原版的感觉其实是它比较有行进感的一首歌，然后因为我们来制作嘛，然后来制作来编曲的话，那就是把它变得我觉得那种拉扯撕裂的感，然后把它做的更加的夸张一些，所以加入了有些摇滚的元素啊，但是在中间也有揉下来的感觉，就是还是在舞台更适合舞台上面的一种爆发吧。好的，给大家再隆重介绍一下王晨亮这首歌的音乐制作人。我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在节奏里面唱很多的字，然后还要有那个 punch。这首歌真的是在训练我的肺活量。发现自己现在快嘴其实也是适应的，对吧？还行，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这个歌就是其实大家能够听到前面它其实是比较咬字比较重一点的，然后需要那个给力量，但是其实中间难的一段是那段哼唱的时候两个人的那个声部，然后佳瑜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在练，刚才在上面的时候也是在练。对，就在练对，一直在练，对。我觉得这个编制真的特别的好，非常考验功力，既要有律动，还要有弹性。我觉得两位还有很厉害的地方，不仅是唱功，就是那个动态的部分。不会有那种很大小的落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考验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其实我没有在管你们唱什么，但是我会觉得我完全进入到这个音乐里面，它真的击中了我们喜欢音乐的原因。就是有时候你不会管，它是什么类型，他在唱什么，你只是觉得这一刻你非常的放松，你非常的投入，但是确实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舞台，所以我也很尊敬你们，我很爱这个舞台，你们太棒了。谢谢陈琳，谢谢陈琳。亮哥，我感觉你情绪后面上去以后，唱得特别的投入，表情也特别的有戏，我感觉你的表情包应该也在路上了。啊，懂的。看你的表情和整个人在演唱时候的状态，我就觉得他是真的在跟着这首歌在一起挣扎。那佳薇姐的声音呢，那个穿透力真的太强了，听得特别过瘾。然后这个舞台的前面情绪比较冲，比较有力量的，到最后又慢慢的安静下来了，就像把想说的话全部都说完了。我觉得这个收尾我特别喜欢，安静下来以后反而更有后劲。谢谢肖云，谢谢肖云。接下来我们听听建音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我觉得这首歌除了在编曲的角度上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版本，那从人声的演绎上也是极为有动态和层次的，表现在声音的密度的调整上。我先形容一下什么是声音的密度啊，我们把声音形容成水流，那花洒呢就是很轻柔的抚摸在我们的皮肤上，那如果是水龙头的话，它是一种有线性质感的顺滑质感的。如果今天我们是高压水枪，它可能就是比较有冲击力的。那佳薇和甄亮在这个歌曲的表现上，在灵活的变换声音的密度，
就像一个水龙头一样，不断的切换花洒型、水龙头型，然后再到高压水枪，不停的切换。这个切换是跟随编曲的层次来变化的，同时两位歌手的切换是完全在一条线上的。我甚至留意到你们最后在和声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你们连肩膀的抖动的律动都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舞台，特别喜欢这个有层次的舞台。谢谢广哥，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就要在2首歌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到底哪一首呢？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都是你的。对啊，没有2首歌自己的歌跟自己的歌 PK。我觉得甲乙丙丁更好。难选到特别激烈，真的看得出来。啊，这么久，快要站上1首歌的时间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讨论。好了，好，结束了，结束了。金声音鉴赏团反复的一致合意，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甲乙丙丁。让我们恭喜甲乙丙丁，也要谢谢2位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唱，谢谢王铮亮，谢谢李佳薇。接下来继续向甲乙丙丁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杨丞琳、刘宇，加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很不喜欢的感情状态。哦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2人很挣扎，就又要又不要。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又要又不要，那就不要啊。可能我就是那种人。哦，哎，我们俩完全相反啊，因为我特别喜欢拉扯。这首歌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2人之间，他明知道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为了那一瞬的快乐，也要去奔赴那一个瞬间。哇，我们要唱跳嘞！对，虽然小时候学过舞，但是我也脱离舞蹈20几年了。后来也因为演唱会的关系，又重新认真的去做。但是我实际上好像在演唱会还有舞蹈节目以外的地方，我都没有跳过舞。对，所以这次在天赐算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要给大家一个比较特别的舞台，所以这个唱跳还是希望完整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开心自己踏出了这一步。我坐过来，然后哼的时候可以慢慢往下走，对吧 ？OK， 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挑战更大一点，因为它设计的也非常的现代舞。你知道现代舞这个板块就是你不能太使劲儿，但是你又要使劲儿，那你怎么样又使劲儿又不使劲儿，又把歌唱好，就是难题多多。上回来做古人，这次做现代人。舞台认真准备，先养不能将就。每日鲜虫草，吃出好状态。你给的热烈，让思绪跟着零碎，散落在房间，室温始终无法冷却，过去的无邪在一瞬间溶解，当指尖划过肌肤，就像是触电。只是我知道到底有多危险，在挣扎过后选择妥协。你的月色印在我唇间，你们又在耳边，咬下苹果瞬间，爱就越过了
色的手链，怎能视而不见？阶段的每一遍，是无人称的情节。这野放的花，烧干了寂寞。当下有沉默，迷恋忽视我。凌乱散落在满屋的花蕊，站在伊甸园里忘记了错对。你的气味深入我骨髓，潜入我心扉，月光像不只是暧昧。We can do anything that you really wanna, babe。让我知道，其实你也向往。我从噩梦醒过来，不停重复你姓名，只为让内心安定。不能习惯身边你不在，趁我有点贪心，想把你留在这里。爱就越过了红线，证明了银色的手链，怎能视而不见？阶段的每一遍，是无人真的情节。想飞，我奉陪，能否认真的线？人有一，三有一对，又多了一对，掩饰着离别。躲在肩膀下的明媚，何时找回？还是不了解，这里无名的红线。兑现了你的下个预言。好好看哦！是不是看得很过瘾？不得了啊！你在天赐的舞台上真的惊喜一个又给一个。这一次跟刘宇的搭档，我觉得我们明显的看到两个人的唱跳怎么样？哇，过瘾吗？这个舞台很过瘾，但它其实难度也挺高的。坦白说，平时呢，我唱跳只会摆在演唱会，我没有摆在其他的舞台，要么的话就是单纯的舞蹈的舞台，所以这真的是第一次，然后很荣幸可以跟唱跳俱佳的小雨一起合作。哇，太给面子了，我好开心，因为和陈琳姐姐合作，我们之前也是在我有演唱会舞台上嘛，然后我们合唱的是陈琳姐姐的歌，但是上次我们录完，我就在那个位置，然后陈琳姐跑过来说，哎，如果我们有机会，要不要挑战一个唱跳舞台？你坐，你后面还有机会来吗？因为他们一直希望我有一个唱跳舞台。我也想要搞唱跳舞，因为搞过了嘛。搞过国风了。对对。但也不确定你的档期，反正就是到时候跟他们理一理吧。然后节目组也非常的行动派，对。然后就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说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吗？他们说可是小雨已经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当真了。我那个行李打包好已经在。已经打包好了。对。那我当然也是认真的，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后来觉得既然来到了天赐，然后又接近了尾声。实在也是很想要带来不一样的演出，所以觉得这个机会很好，觉得要尝试一下。这首歌里面，陈琳，你觉得你的难度最大的来源于是什么？是舞蹈吗？我觉得是气息，真的是气息。这首歌的气息要把控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在中间的一个大段的 dance break 之后，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唱的发挥。所以其实，在天赐的声音还是在我心中是最主要的。舞蹈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视觉上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新鲜的感觉，所以我还是会非常重视，就是声音的部分不能够失去。没错。那刘宇呢？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唱国风的唱跳比较多嘛，然后这次来这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它要让大家看出来你在这个唱跳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的外放的感觉，就是你又要松弛，然后又要表达出你对声音的掌控力，所以我觉得难点在这儿。我刚把下巴从地上捡起来。
哇，这已经享受2个字可概括不完啊！这个心情复杂，多复杂。前2天刚好跟陈琳姐聊到这个舞台，她说自己觉得什么紧张啦，或者说觉得有压力怎么样，然后好像我侧面打听到是唱跳的舞台，刚好也没有看到过她的那个彩排或者任何的视频，结果她刚才那一下，一肘子一出来，哇！一肘子。你太会跳了吧，陈琳姐！哇，你在这藏着。被新舞王讲真的太开心了。我吗？天赐新舞王。太牛了，因为就是我会觉得他们2个的配合，包括像每个人的状态，包括他们的面部表情，我的天呐，就是好厉害！我会觉得就是没有人比他们2个可以更适配翻唱这首歌，在我的脑海中。哎呀，感慨的就是说，怎么有这么全能？对啊，那么的契合，对，就是都杀回来的感觉，一直被你们困着出不去了，你知道？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想要看一下歌词，结果没有看歌词，我全是这样的。哇！哇哦！好好看，很棒很棒的表演，真的太完美的一个舞台了，真的喜欢。谢谢。因为我自己知道，如果你唱的时候你在跳，要不你就跳的时候丢了唱，你唱的时候就丢了跳，你没有一样可以做到完完整整的很完美的。但是今天从舞美啊，从演唱啊，从2位的这种契合度，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合适。今天晚上有2个舞台让我感觉，如果天赐继续再这么往下发展的话，就会进一大步。一个是陈琳跟刘宇的舞台，还有一个是王铮亮跟李佳薇的舞台。如果我们每一期有2、3个这样的舞台，我就觉得就是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谢谢坤哥。谢谢。说一下刘宇，你今天穿这身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这种现代装，就是每次看你的舞台都是那种国风少年那种翩翩公子的状态。刘宇，你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用国风的状态表达和用现代舞的表达方式，是不是非常不一样？那我们这样给一个主题，然后用2种风格来表达。那就随便放一个我的歌，我根据这个音乐来感受一下。好。多么讽刺，最好谁都忘了还有彼此。从今生活只有点到为止。那一招一式，你看这甩出去。另外一个风格。记忆不会苍老，何惧轮回路走几遭？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这基本功太硬了，真的硬！哇，厉害！看得我鸡皮疙瘩乱掉。真的，就第1段的时候那个感觉和第2段完全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对舞蹈其实浅浅的就看，只算是一个看客而已，但是都能感觉到的那个澎湃，包括那种张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好。我觉得2个人的表演很好，也给了这首歌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度。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缺点的，我觉得这是创作过于直白了。2人今天的表现实际上是在消解这种特别直白的东西。我觉得2位的表演是很好的，你们表演很艺术，包括整个舞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在消解这种直白，但是这个作品在我看还是有些硬伤的。谢谢老师，谢谢。那就是要在2首歌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交给我们的剑鹰团现场合一。我觉得甲乙丙丁更好，因为你看不到舞蹈。
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下面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甲乙丙丁》。好扛打的甲乙丙丁，让我们继续恭喜，也要谢谢阿伟，谢谢刘宇，谢谢陈琳，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向甲乙丙丁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坤、庄心妍，加油！坤哥、心妍加油！来天赐我非常的开心啊，就觉得哇哦，终于可以上天赐了。大家对我印象一直是老歌，其实我有在努力的出新作品，但是好像曝光度跟传播度好像还不够，所以我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这首歌其实我听过很多版本，对，金志文他的唱法我觉得挺好的，对，他会有一种又痴狂又有点委屈，又有点带点洒脱，相爱不得，反正就是那种很矛盾的那种感觉，都唱出来了。对，刘若英老师的版本比较符合当下那个时代女性追求爱情的那种状态，会比较小心翼翼。我们现在去唱这首歌呢，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些现代女生对爱情更加坚定的那种态度。是因为这个为爱痴狂就是到了一个很极致的这么一个行为。我走你走不走？我就现在就要跟你确认你到底需要怎么样？他得有那么一个坚定的东西。对。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歌缺少点什么啊！我现在就觉得这歌有点平淡，就是两个人我唱我的，他唱他的，就是这样，就没有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或者他唱我的，你敢不敢？他会有这么一个交织，可能会精彩一点。想要问你敢不敢，现在就缺一个对方的一个肯定的、确切的一个回复。我现在就觉得就缺这个东西。我觉得明天的那个对唱设计完了以后，可能大家就会能够找到“你敢不敢”这4个字了。对。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轻轻怎会无恙？为何会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怎么你会变这样？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
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也不回答，怎么你会变这样？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程心妍，欢迎你第一次来到天赐。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妍。我好紧张，对，而且生怕唱错。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来到我们天赐的舞台，我觉得我真的是赚到了。无论今天在舞台的表现怎样啊，我觉得唱多30秒我就赚30秒，唱多60秒我就赚1分钟，反正我怎么唱都是赚的啦。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其实我在很多个演出现场，有时候挺羡慕，就是看到现场会有粉丝举着灯牌，举着歌手的名字，但是我偶尔能看到1、2个灯牌是歌名，但是没有我的名字。就算我走到台上，站在他们面前，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手里举的那首歌是我唱的。就我想撕掉一个。就是标签，当下说的什么歌火人不火这样的标签。对，就是我觉得今天我在天赐的舞台，我已经突破自己了。这个庄心妍的声音很扎实，唱歌很纯粹，感情也是很专一的。之前我听过他很多的歌，但是就是没有对上，也没对上号。这其实就是你这次来天赐的目的嘛。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是的，好的作品已经被大家熟知了，那好的歌手一定要站到大家的面前啊。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音乐合伙人的建议，有请。
郑楠，我觉得这个编曲这个地方特别巧妙嘛，因为这首歌在大家印象里还是一个比较阳光、比较浪漫的一个歌。然后开场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那个钢琴 intro 其实编的比较有一点伤感，然后再进到这个歌的主歌本身，然后从第2段又回到了那个阳光的，结果最后的最后又收在了一个很伤感的地方。想问一下2位老师，就这个设计的初衷是？因为一切都是为爱痴狂，为爱痴狂这4个字，拿这个整个的爱的这个罗曼史的这个钢琴曲，有始有终，它就有一个贯穿的感觉。那么其实以前刘若英的版本，还有小文的版本，它都是有一个是比较温柔一点的，有一个是比较有节奏的一点的。但是我是把2个版本都放在一起，前面的情绪跟后面一段的情绪是完全2个，这样的话整首歌听起来可能会跟之前的一些歌的情绪有一点点区别，这就是我们2个在台上表现这个歌的意义嘛。对，而且我觉得更直白的意思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更多是那个时代女生对爱情的一种很羞涩但是很含蓄的表达，小心翼翼。但是我又想说，我们要结合我们现在当下女生对爱情的一种态度，就是勇敢一点，坚定一点，大大方方一点。所以呢，我们的编曲就是有了这样的一套思路了。我其实对这个舞台，我到现在为止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舞台，因为我第一次听庄心妍老师的现场，我觉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喜欢她的声音。我一直坚信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声音，你的声音就是你最好的武器，经过多少年之后，它还是会永远留存的。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多出来唱歌，然后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你。但是我会更加努力啦，谢谢。好，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真的很喜欢，真的。谢谢。很多人说歌手其实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声音。会随着年纪越来越衰退，但是我听到的坤哥，哇，这个我有点吓到，他的音色特色不用说，但是我觉得今天听到好多细节，还有很多的技术上的更加的提升，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就是他可以一年比一年还厉害，我觉得这是所有歌手需要去学习跟维持的。然后新年的部分，其实它更有厚实的中音，然后偶尔的一些穿透力去铺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因为天赐它并不是一个竞争，其实反而在合作舞台当中要看见这个很良性的配合，我觉得这个舞台完全都有做到。谢谢。好，谢谢。接下来交给我们建音团。来了。我觉得这个舞台有点奇怪，就是在各唱各的。首先，我觉得从听感上直接来讲，就是杨坤老师和庄心妍，你们2个人在用不同的唱法演绎这首歌。这个不同的唱法，不同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对旋律的律动处理，坤哥还是用了很多他习惯的这种切分的感觉去做。那庄心妍基本还是在一个8分音符的这种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去做，这个其实就是2个人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而且唱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坤哥是一个大动态的戏剧性的唱法，庄心妍是一个很平稳的唱法，这2种唱法有一种非常大的冲突感在里面，就会让人感觉到这2种感觉是不统一的。因为其实对于坤哥来说，他的这种大动态戏剧性的表演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签了，这个是华语乐坛的一张名片。如果你能够合进坤哥的这种氛围里，我认为跟坤哥的搭配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能够展示出你能力的机会，但是没有抓住。我现在此时此刻特别想听一下2位的这个无伴奏原声。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为
何会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在这首歌它有一个很好的骨架，你其实应该更多的把你的这种戏剧化的能力装进去，会有一种我觉得比现在情感更充沛，然后更容易出圈的舞台。其实这里我是持有不同的意见的。我是觉得两位歌手他们对这个情境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格的表现。比如说坤哥在这里面演唱大的动态，其实很适合他的这一句话。比如说日夜都问你不回答，怎么你会变成这样？其实这是一个质问的语气。你太厉害了，这话我是设计过的。对。日夜都问你都不回答，就是这个感觉。是的，我其实是我自己设计过的。日夜都问你都不回答，就我哎，你去哪儿了？就你干嘛呢？就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没错，它其实非常符合这个歌曲在这个词上的表达。那我觉得星妍接住的，它不是用一种回应的方式，你质问我，我就要跟你争吵的方式。你有听过回避型人格吗，梁老师？我肯定不是，我是社牛。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就有一种人格，他在争吵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满是失望的时候，他是不会对着面跟着对方去争吵的，他会选择我耐下心来跟你娓娓道来，为什么我在这段感情当中受尽委屈。天啊，郭老师，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是的，所以我会感觉到他们两个是有不同人格在对话，但是都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受伤的。谢谢，有请接音团现场合影。我觉得为爱痴狂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杨坤、庄心妍为爱痴狂。恭喜为爱痴狂！哇哦，心妍是不是开心啊？第一次来，你看，到目前拿到一个待定金曲，而且对手很强劲啊！恭喜坤哥拿下了阶段性的胜利，谢谢二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黄小雨、周震南，加油！就上一次特别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马》这首歌。这一次是唱 Billy 的这个 Bad Guy 嘛，然后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它在电子音乐，它不是靠那种嗓门大去表达，它是用一种很怪诞的情绪，然后让这个律动很洗脑的这个状态，但是他自己唱的又很懒散，很有个性。它里面写了站在他的视角，然后说你妈妈不喜欢我，他们不喜欢我，但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自嘲，就是 OK， 那你不喜欢我，好啊。这个歌里所谓的坏家伙，其实不是真的坏，是每个人心里那个不想讨好世界的自己。我一直特别想唱这首歌，从来没有试过这种暗黑的电子风格。这个英文的咬字和低音的部分，其实都是我的一个新挑战。对，这个歌不太好改，它的副歌的那个 riff 特别的洗脑嘛，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因为你如果去改那个也不好改，当然你如果留下那个，那在台上做的事情可能就会减少。这个歌它是一块一块的，那每一段相当于你在舞台上的呈现的形式和状态要有区别，肯定不是就是站在那儿把它唱完就好了，你总得有事儿干吧。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以舞团为主吧。这首歌肯定还是要加点舞蹈动作进去的，然后就临时学舞，完全就只有化妆的时候我自己在那自学，然后舞蹈老师再来跟我稍微扣一下细节，基本上我就没有时间再跳了呀。因为时间不多嘛，有时候确实需要这样逼一下自己，才能把没有完成的那些遗憾完成掉。
a puff guy. I'm the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I say just a friend type. I'm the bad guy. I like it when you take control, even if you know that you don't own me. I'll let you play the role, I'll be your animal. My mommy likes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e song if she waits up early. She beating then I know.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a really rough guy.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a puff guy. I'm the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y type. Guess you're just a friend type. I'm the bad guy. Yeah.帅！郑楠跟萧云的这次搭档感觉如何？很极限。Bad Guy 我想翻唱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翻唱。就是我觉得翻这首歌难度挺大的，因为它的编曲非常完整嘛，只能说从音乐的结构上去做一些变化。昨天晚上12点决定要加一段舞蹈，然后老师凌晨1点开始帮我今天学的。今天早上开始学。对，我上次说天赐像在玩通关游戏，是不是想把我送去成团？萧云，你不能再挑战下去了，对不对？你现在要跳舞了，你这别人怎么做呢才对呢？这个很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歌可能对萧云来说会难一些，因为他平时张嘴就那个位置，所以这歌很低，然后又要声音很有磁性，但是开口就很好，非常好。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开口的人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开口的人会给这首歌定一个大体的调性。然后楠楠在这首歌里完全统治区了，就是平时讲话跟含个核桃似的，但是唱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啊！我的妈呀，那个低音出来挺震撼的那一下。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两个很有意思，就是各有各的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招儿。周震南就一直晃脖子，然后萧云就一直下腿啊！我的天，但是两个人拿的那个范儿都特别正，很喜欢，很喜欢。谢谢冰冰姐。因为之前我也看过郑楠老师的一些舞台视频，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你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一个 vibe 在台上，然后又松弛又性感，尤其是当你们俩这样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天哪，两个超模在走秀。郑楠老师，我今天在现场就听你的低音的话，我觉得真的，你的低音就是非常高级，而且是国际化的那种声音质感。然后萧云的话，高音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今天看见你
坐在那儿一开口唱那么低的那个音的时候，我一下就嗨了，我一下就站起来了。包括你今天这个妆造，特别像赫敏在唱 Bad Guy。你还别说，这个发型还挺像哎。对啊，就是很像啊，所以就惊喜到我啊。哇，谢谢，牛啊，爱你。我来说点这个歌里的技术问题。因为这个歌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改编难度很高的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有一个风格叫 Eerie Pop， 就是从这个歌开始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叫怪诞流行。所以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表演的时候，在这首歌的氛围上面其实做了一些减法。你们没有把怪诞的东西从你们的嗓子里面唱出来，你们只把暗黑的情绪表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歌改编略有不足的一个地方。第二就是在这首歌整个的编的范围上，我觉得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尤其是最后一段 dubstep， 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就是在整个一个很怪异的怪诞的氛围里面，一个 EDM 的东西，包括一个 trap 的鼓点加在里面，最后我们用一个长线条的 dubstep 的这种贝斯，实际上收这个尾，我觉得有点没必要，走向一个很闹的结尾，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我必须要说，在天赐的舞台上，我们永远要向大胆的改编致敬。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肖云这个舞台一个高音没有，这个真的是对你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黄霄云可以不唱高音，照样把一首歌给他表现下来，他没有必要永恒的证明自己会唱高音。但这件事情说归说，做归做，今天黄霄云在天赐的舞台上把这件事做了，我觉得就非常强。然后就是郑楠，你们两个人在做着天赐的舞台上一个非常前卫的电子音乐的尝试，你们在技术上的尝试，包括在舞台表现的尝试，都是做了非常好的努力的。虽然有不足，但是我觉得这个舞台一定要鼓励这种尝试。我希望在天赐上看到更多这种有技术性的尝试。谢谢谭老师。好，谢谢剑鹰团本轮的带领金曲到底花落谁家？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我觉得为爱痴狂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为爱痴狂》。让我们继续恭喜《为爱痴狂》，也谢谢二位，谢谢郑楠，谢谢肖云。本期节目播出时，我们的歌手和乐评人正空降微博天赐的声音超话，开启乐评大会。现在即可扫码进入天赐的声音超话，围观歌手们在线回应乐评人。接下来向为爱痴狂最后发起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欢迎黄子弘凡、姚小棠，加油！耶！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这一季节目又2搭了。是的。然后也是人生中3搭，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然后同时也是我们一定是选到了适合的歌。是的，是的，是的，对吧？恋人手中樱花草，春在漫步的微笑。这期呢要跟黄子唱一首《樱花草》，就是一首纯的小清新的歌。樱花草的原型花语叫除你之外别无所爱，就是很专一的意思。对，然后默默守候的爱情寓意，还有希腊神话里化身花草长久陪伴的传说，很有那种对美好的向往。对，就是青春嘛，其实到最后，可能一部分人大家记到的是一些所谓的伤痛或者遗憾，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是那种美好跟治愈。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咱俩。对，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没错。这首歌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一些就是青春的气息飘来的感觉。那时隔了20年，那这一次在舞台上，我们希望可以把这首歌曲以更加朝气、充满活力、很青春的、直击人心般的把它送到大家面前。
中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知你心在远方。古老浪漫的神话，流水走过，就像四季的变化，幸福在蔓延，爱你永恒不孤单。恋人手中樱花草，春在漫步的微笑，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远方钟声在响起，蛙鸣唱起了摇篮曲，白沙滩月弯弯，爱你香甜的梦里，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知你心在远方，许下爱恋的愿望，流水走过，就像四季的变换，幸福在蔓延，爱你永恒不孤单。恋人手中樱花草，春在漫步的微笑，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味道。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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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手中樱花草，春在漫步的，种下了一朵朵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味道。刚刚算了一下，应该是你们的3搭了，对不对？第3次合作，对，没错。但是你知道吗？哎，怎样？是我第一次跟长发版的小唐搭，也算一搭，也算一搭。最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就千变万化。哦，对，但怎么变呢？都好看。你说说，天资是一种很残忍的东西。哇，谢谢我的搭档，谢谢。没办法，嘴就是这么会说。没有，你很帅啊。哦，好，谢谢喽。那今天的合作感受是什么呢？来，长发的小唐说说。哇，好快乐哦。快乐，对，确实很快乐。但是你要说唯一一点的烦恼，哇，夹得好辛苦。就是因为说句实话，就是虽然呢，我们心里面是有那种璀璨青春的年少的，是，但是好像在听啊，在唱，在想的过程中，感觉，哎，会不会我们唱这首歌都显得年纪有点大了？不会。好的，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叫做《樱花草》。
哎，对，什么是樱花草？它的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报春花。哦，报春花。那么说到这3个字呢，其实也就是牵连到了我们的这个置景。其实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这种春天来的，对吧？那种生机勃勃啊，然后那种春意盎然的那种感觉，就放在这个舞台上，希望大家呢可以联想起属于大家的那一份非常就是开心快乐的、治愈美好的青春，对，那份美好回忆，对。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樱花草是我们坤哥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也是另外一种味道啊！你信不信？坤哥马上给你来一个。哎，恋人手中樱花草，春彩满布的微笑。哇，18岁的坤哥，重返18岁。陈琳，你要用那个懒洋洋音唱吗？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哇，3岁。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难表达，但是他们做得太好了。正是一个旋律听起来简单的歌曲，其实是越难唱，可是他们还可以唱出了唱功，这点真的很强。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小唐的适配度是100%，1000，真的是太少女了。但是那个少女是刚刚好，甜而不腻的，超级无敌好。然后我可以感觉到黄子在努力的靠近少年感，因为他的心呢是有一个老灵魂在的。平时他应该也不常唱这样的歌，所以我也认为是一个很突破的舞台。谢谢陈琳姐，谢谢。其实它从旋律上本来就是一个2006年的歌曲嘛，然后呢，其实旋律上是有一点像儿歌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那种童谣型的，所以就我们听这首歌，首先一开始就开始摇头晃脑，跟着开始是吧？小唐的声音出来就是那种很甜，然后很像小女孩的那个，然后我就在想黄子怎么接住，没想到他也甜起来了，哎呀。没想到，而且声音就是那种，这个不叫夹，叫那种。应该是说他们换了发声位置跟咬字，对，在咬字，然后整个就是口腔都是带着微笑把它唱完的，必须笑，不然特别甜蜜，你知道吗？我。然后这个置景也是非常的温馨和温暖，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歌曲之外的一些东西啊。如果是11期的话，你们唱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在这个棚里面第7季录的最后一首歌。然后我又想到这首歌是一首特别温馨的歌曲，然后突然我就觉得还是有点感动，就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音乐最初爱我们的时候那么简单纯粹的时候的样子。我好开心，最后一首歌是你们俩唱了一首这么温馨的歌曲，然后给我们大家，然后这一季的在这个棚内的，然后收了一个非常温馨美好的收尾。哇，谢谢小亮哥。接下来我们听听建音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我补充在声音技术上的难度好吗？大家可能听起来这首歌是一个夹起来的歌曲，但我需要科普一下，这个夹起来是非常科学的，且是很有难度的夹。夹的意思呢，代表着喉位要上升。我们在座的观众或者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着一起来感受一下。好，我们可以手沿着下巴去摸喉结的这个部分。对，这第一块凸起的骨头叫喉结。好，接下来我们夹起来说一个哥哥。来说，哥哥。好了，任老师正科普呢，认真听，真是一帮上课不爱听讲的同学们。我们再试一下，当喉位下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学蜡笔小新发妈妈，对，妈妈啊，非常好。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通过喉位的上升和下降来改变我们的音色和音质。我常说小唐和黄子是声乐老师当中的梦中情深，他们在使用这样的音色和在做这些喉式内部肌肉的调节的时候是很精准且非常科学的，代表着他们本身的基本功很扎实。所以两位梦中情深做得非常好。谢谢郭老师，谢谢。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华语乐坛一类歌，叫甜歌。去听这样的歌，能够让我们回想起很多
很有意思的年轻时候的时光，包括那种清澈的感情。这类音乐在今天的华语乐坛里面就会变得很珍贵，而且你们2个人也是在这个年纪，在这个舞台给我们展现或者说重现了这个歌里面很清澈的部分，我很喜欢这个舞台。哇，谢谢！再把掌声送给黄子，送给小唐，谢谢大家。当然，接下来就要在《为爱痴狂》和《樱花草》2首歌之间选择一首成为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啦。稍后揭晓，谢谢2位，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辛苦了啊！好了，现在到了我们本期天赐盲盒的环节，看看我们本期的盲盒歌手到底是谁呢？一定会给你惊喜的。让我们掌声有请盲盒歌手登场。一场梦沉入更深的夜色，当一场雨浸透眼底的皱，当花开几朵又悄然的落，才懂得是非对错苦涩。满眼梨花飘落，片片春雪如歌，唱着爱与恨的缄默。那一刻是假设，那一刻是抉择，谁在风中辗转蹉跎？问人世间为何欢喜总是吝啬？问那滴泪究竟是舍还是得？渡2个人困在生死对我的河，渡你和我看破因果。飘落，片片成雪入口，唱着爱与恨的缄默。那一刻是假设，那一刻是抉择，谁在风中辗转蹉跎？风把旧事吹落，困在门前斑驳，尘封在无人的角落。等你和我在时光中学会了放过，等伤口愈合，不再追问因果，等这一生慢慢读懂爱恨的轮廓，等一句再见不再执着，等一句再见不再执着。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月霞7，第一次来到天赐，很高兴，就是第一次，真的。就首先就是特别的紧张，就唱歌这个事儿不紧张，就还是看到评委会紧张，下面抖了很久才上来，就救命啊！然后，但是我上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舞台我站上来，我觉得好开心。然后，梁老师，我进步了吗？
对，第一次被那个友哥批评了，然后对，确实，因为他第一次在友哥的舞台上，大舞台跑得一塌糊涂。也不是一塌糊涂，跑的有几个。是，哎对。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很好的，今天音准都在线，而且唱的也很好。好，谢谢两位老师。当然，作为歌手的话，我觉得小阿七你应该唱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好不好？哎，那个给各位老师和朋友们打个扣啊，就七七有首新歌叫那个《落红》，然后给大家清唱一遍，好不好？一生啊是一刹那，是一朵花，所以怎能浪费这一抹芳华？所以我们挽了手，不能放下。珍重了眉心，珍重点下朱砂。大家好，我是歌手康子琪，是一名这个 OST 歌手。来到这儿很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不是说你作为歌手想来就来的，对，它是我们可能要唱好久好久，可能才有机会来到这么一个舞台，所以格外的珍惜。大家好，我是陈意涵，然后这次是第2次来到天赐的声音的舞台，然后这次呢是作为《一忧春》里剧里的谢家三女儿谢清荣来到这个天赐的声音，然后唱剧中的插曲，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的重逢。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演员白树，我在《一忧春》这部剧里饰演沈彻。阿七你好啊！嗨，亮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其实我觉得，就是与其是2位歌手加2位演员，其实我觉得来到天赐的舞台，然后能够在这里发声的，都是站起了4位歌手。因为2位其实演员他们唱的真的都非常棒，祝这部剧能够大卖啊！谢谢。谢谢4位，我们一定会多多关注的。再次感谢各位以盲盒歌手的身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惊喜，谢谢4位，谢谢。好了，现在到了我们这期节目最为紧张的时刻了，在《为爱痴狂》和《樱花草》之间，邀2选齐成为本期的推荐金曲，登上我们的荣耀桥，到底花落谁家呢？有请剑鹰团现场合影。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为《为爱痴狂》。恭喜《为爱痴狂》，恭喜坤哥、星爷，有请2位来到舞台。下面进入东阳光鲜虫草金曲荣耀时刻，有请2位来接受我们东阳光鲜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第1重，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第2重金色唱片刻录永恒天赐之声，以及这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先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一样，锁住每份鲜活营养。这一颗的高光将被我们永久珍藏，荣耀定格，掌声祝贺。这首歌叫《为爱痴狂》，也希望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为音乐痴狂。让我们下期再见。放着歌，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欢迎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巅峰演唱会的现场，让我们尽情地奔赴这场专属于天赐的巅峰演唱会。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还有嘉宾独家福利放送。